焦虑也会成瘾。那我们来解码焦虑，帮助你从焦虑的泥潭里解脱出来。有会员问，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声音，有什么办法让它彻底停止呢？比如做报告之前，你站在会议室门口，心跳的像敲鼓，砰砰砰砰，手心全是汗，脑子里全是完了，我要是说错话怎么办？老板会不会觉得我是废物？恭喜你，这不是你独有的灾难片，每天都有几亿人在经历这样的场景，这是焦虑的小把戏，也是全球的流行病。焦虑就像戏精，总在我们脑子里上演恐怖片。如果你持续几周焦虑，还容易转变为焦虑症。按现在的分类，焦虑症有很多种，有特定的焦虑症，比如害怕蜘蛛、害怕蘑菇；有强迫症，比如担心细菌感染，所以不断洗手；还有广泛型焦虑症，实际上属于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那一天天忧国忧民。我们先来看看人们，包括你和我，都在焦虑什么呢？对健康和安全，有些或者到极度焦虑，这差不多占了 68%。对经济上的焦虑，这占了 67%。对政治焦虑56%。对人际关系焦虑 48%。加起来超过 200% 了。人类是多焦虑啊，都双倍焦虑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数据显示，当我们有更高收入的时候，反而更焦虑。高收入国家的终身患病率最高，达 5%， 中等国家是 3.8%， 低收入国家是 1.6%。 咋回事？有钱不是应该少点烦恼吗？先说高收入国家，工作压力大，生活节奏快，社交媒体还老提醒你别人过得比我好。钱多了，选择也多，但压力也大，你得操心房子、车子、孩子教育，还得担心失业或者跟不上潮流。焦虑就像个甩不掉的小尾巴。中等国家，也就是发展中国家，包括中国，受集体文化影响，更会压抑情绪，对各种精神类问题的识别率比西方低得多。低收入国家呢，虽然显示焦虑症的比例比较低，也可能是因为医疗资源不足，社会支持系统薄弱，导致许多患者未能得到诊断和治疗。所以这 1.6% 可能低估了真实情况，不是不焦虑，而是没机会喊出来。经济上的不公平会加重社会的心理健康问题，让人们更加焦虑，这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均。之前不丹竟然被称呼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，但挺穷的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，他们也能刷短视频了，也能看到其他国家的情况了，他们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比例也明显上升了。所以穷人、富人都焦虑。今天我们就来解开焦虑的密码。之前我们也聊过，大脑可以分成4个结构，就像一个城市，每个部分各司其职，从保命到思考。脑干就像城市的地下水电管道，负责心跳、呼吸、体温这些基本功能。健脑就像调度站，管着你什么时候睡，什么时候醒，肚子饿了要吃饭，累了要休息，可以说它是每天生活的节奏大师。边缘系统就像情感街区，大脑的情绪发动机，负责奖赏、记忆和各种感觉，比如吃到甜点你会开心，看到恐怖片会害怕，都是它来点火。杏仁核就在这里，特别老资格，专门管恐惧和紧急反应，下次你心跳加速得谢它。最顶层前额叶皮层就像市长办公室，这里负责语言、想象、计划这些高级技能，你的梦想、价值观，甚至回忆昨天、规划明天都靠它。可有个问题，危险来的时候它的地位最低，杏仁核这样的老将会跳出来抢夺控制权。比如你在路上差点被车撞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想着跑，这就是脑干和边缘系统接管了。他们不问为什么，直接喊快逃。前额叶皮层呢，等你安全了才慢悠悠上线，说哎呀刚才好险。所以大脑的这4个结构就像一个团队，脑干保命，健脑调节奏，边缘系统管情绪，前额叶皮层
搞智慧。平时前额叶皮层当老大，但危险时下层脑会抢指挥棒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远古时期，当人类在丛林里看到老虎，杏仁核就会劫持大脑控制权。都这时候了 ，just do it， 只有2个选项：战斗或者逃跑，这就是战逃反应。所以这个反应套路就在人类繁衍过程中延续了下来。这是人类对于危险的应激反应机制，先是恐惧，接着是战斗或者逃跑反应，不需要思考，反应速度很快。我们能活到现在，说明挺管用。一旦你脱离了危险，会感觉到肾上腺素在飙升，这时你才会开始反思。虽然恐惧的生理反应会让你不爽，但可以帮助你快速学习，比父母在你耳边叨叨叨要管用多了。我就是这样学会了手不要插在灯座上。当你学习到这些生活的基本技能时，你就能确定即将会发生的事情，而且能提前计划。当你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你会放下手机，注意来往车辆，你会提高警觉，但不会因此而焦虑。这是遇到危险时的恐惧和战逃反应。那焦虑是怎么回事呢？当你意识到可能有危险，同时前额叶皮层没有足够信息来准确预测未来时，就会产生焦虑。比如你第一次让孩子独自上学，尽管你已经千叮咛万嘱咐，而且让孩子带上了定位手表，但当孩子离开你的视线时，你的感觉如何？你可能会盯着手机跟踪孩子的路线。咦，为什么停下来了？是在跟陌生人说话吗？还是在系鞋带？还是在等红绿灯？还是被车撞了？你会脑补出各种画面，思考所有可能的意外情况。焦虑会促使你赶紧行动，让我做点什么，赶紧去找更多的信息。知识就有力量，对吧？当没有准确的信息时，尤其现在假消息传播的比真相快好多倍，当辟谣反而是谣言时，大脑更容易记住让我们震惊的消息，人们就容易失控。当信息越不准确，越互相矛盾，焦虑越强烈，你就越觉得自己身处危险之中，即使危险完全只是你的想象。嗨，焦虑来了。问题在于焦虑还会传染。当你看到大爷大妈们在超市抢菜，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，同时你也知道官方信息不可信，所以你也会跟着抢。一转眼购物车被人推走了，加上各种社交媒体的神助攻，群体性焦虑就产生了。你看这几年抢盐、抢感冒药、抢口罩，家里还囤着几年用量的同学们请举手。之前我讲解了很多瘾，烟瘾、黄片瘾、手机瘾、酒瘾、宗教瘾，这些成瘾行为都自带奖励反馈，那你乖乖的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。比如黄片瘾，当你感觉不太好或者压力有点大，于是召见了你的后宫嫔妃们，有的是男宠们，撸了一把，这会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，这就是奖赏。焦虑也形成了自我奖赏反馈。老板让你明天做汇报，你开始胡思乱想，想完之后你觉得先天之忧而忧，总比当场闷圈好吧，这就是奖赏。大爷大妈在抢菜，你焦虑了也跟风，你抢到菜了，这就是奖赏。所以焦虑和其他瘾一样，都自带奖赏反馈，会变成习惯，这也是习得的，也是一种瘾，会上瘾的。有干劲说，我吃饭也上瘾，睡觉也上瘾，呼吸也上瘾，没瘾人怎么活？之所以称为瘾，是因为这些行为都有危害，但即使明知道有危害，人们还是会沉迷于其中。抽烟的危害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宣传，大家都很清楚了，但全球还有几亿人在抽，其他各种瘾的危害也慢慢在被科学发现和证实。虽然我出示了当前有力的科研成果，但骂声还是不断。你怎么能劝人们戒酒？你怎么能劝人们戒烟？天天刷手机多好，干嘛要戒？幸好我没露脸，否则出门可能得挨闷棍。焦虑的危害我们都很清楚，长期焦虑会影响健康，降低生活质量，但也挡不住全球的焦虑大传染。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焦虑的产生是因为意识到可能有危险，但又无法确定。人类天生就不喜欢不确定性。
隔壁老王被优化了，我会不会也被优化？老板那天看了我几秒钟，会不会凶多吉少？下个月房租和房贷能不能交上？遇到了不确定性，你就想要做点什么。那做点什么呢？于是你开始胡思乱想。你认为回复几个消息，刷几个视频，通过分散注意力就能缓解焦虑，你认为这就是奖赏，但这也反而引发了手机成瘾。当这些都不起作用的时候，你不得不再寻找其他解决方案，而这会引发更多的焦虑。很多成瘾行为，像喝酒、抽烟、看黄片，常常都是因为焦虑引发的，而这些成瘾行为又加重了焦虑。这些所谓的奖赏都是错觉，根本没有什么好处，带来的只是痛苦，但你仍然在继续。就像那些买彩票的人，总希望有天大奖能砸到自己头上。你认为你已经得到了奖赏，至少你努力焦虑了。你认为先天下之忧而忧，这总没错的。所以你要先看清你的焦虑习惯循环。这又要回到之前讲的关心作业。第一步，观察自己的情绪；第二步，找到引发情绪的事件；第三步，看清你持有的观念，看清楚焦虑习惯循环给你带来了什么奖赏，是不是真的奖赏。比如孩子第一次独自上学，你盯着手机看孩子的行踪，很焦虑。这样做真的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吗？除了让你的焦虑值直线飙升，让你觉得自己在努力，除此之外真有什么帮助吗？用1年加持孩子吗？有人说他的焦虑房贷、车贷费用太高，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压力实在太大。焦虑能解决什么问题吗？跟家人抱怨、拖延回避，这些行为让他误以为自己在解决问题。实际上他应该专注在如何提升收入、降低支出、如何晋升、如何提升技能或者开创副业上。还有人焦虑被老板 PUA， 只是焦虑没用的，我之前也简单讲解了应对的方法。有不少人写了关心作业之后，开始能看到问题的实质，以及焦虑并不能解决问题，也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奖励，只能让问题变得更糟。当然，这些作业必须你亲自动手，你现在只是知道原理，不实际练习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如果不太明白，可以在星球提问。写这些作业在刚开始的阶段会有点困难。我们知道大脑神经是可塑的，基因的影响、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影响，你原来的思维习惯经过了很多年，已经形成了神经记忆。所以你要发现这些已经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并不容易。但你还是可以观察到你的情绪变化，根据情绪变化，你能进一步观察到触发的事件，之后你就能看到你持有的已经内化的观念。比如你觉得有些紧张，你本能的想喝酒，那你就要观察你为什么紧张。喝酒这个解决方案真能解决问题吗？还是只是加重了问题？这个问题在戒酒主题里已经谈过了。但我们能看到很多人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，他们在自己的习惯模式下会自动发起这些行为。但解决的方法也是同样的。开始时我们需要写关心作业，调整起来也比较慢。神经是可塑的，你可以塑造成喜欢喝酒，也能塑造成滴酒不沾。你可以塑造成抽烟者，也可以塑造成永远不再碰香烟。一旦你确信这样是对的，前额叶皮层就不再需要分析，而直接交给下层大脑默认执行就好了。你想想，你刷牙的时候有思考要不要刷牙，要不要挤牙膏吗？这些都已经成了肌肉记忆，这样我们才能腾出大脑空间来学习新事物。在这种习惯模式之下，我们才能行动迅速，不假思考。在所有的戒瘾主题里，我都反复强调，戒瘾不要靠意志力，也不能靠意志力，因为你每天的意志力是有限的。如果你把意志力用在戒烟、戒酒、戒色上，已经有大量数据证实，你在其他事情上就会缺乏动力。短期可能有些作用，长期而言影响非常有限，因为你必然有疲惫的一天。不靠意志力，那靠什么？就是看清楚这些瘾头并没有给你带来快乐，并不能解决你的任何问题，只能加重你的问题。你没有任何借口抽烟、喝酒、看黄片，这些根本不在你的选项里。
就像你想赚钱，你的选项里不会有冲到银行里举手，抢劫。验清楚，这不是好主意。之后再如何改变焦虑习惯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。大家可以试着记录观心作业，看看能发现什么，也可以在星球提问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这跟你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